我是一名报社美编，喜欢旅行、拍照，更喜欢做美食。妈妈总是告诉我，快乐需要与人分享，记忆特别深刻。安安从小就是在厨房长大的，那从小就是一边教他们做菜，一边就修理他们，一边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当你拿着做好的美食和同事、朋友们分享的时候，他们的笑容真的让我觉得暖暖的。感情也同时需要分享，给喜欢的人一点开心，自己也会收获更多的幸福。长得帅、会说好听话的男生就像糖果一样，总有吃完的一天。我更喜欢脚踏实地的男生，爱干净，喜欢读书，有着自己的爱好，将来和他一起过着如同我父母亲般简单平实的生活。我是郑仁安，我来了，你在哪？你完了，你这20年白活了。我特不爽你。你爽不爽不重要。哎，你看你那态度，您是个大爷是吧？看你头发散着，我觉得哇，好像我表妹呀。我女人有男人样，不行吗？这是我看着死的最倒霉的一个男嘉宾，就一句话，就一个都不剩了，我把他逼死了。我负责任的说，我没逼。你有动吃定了。太好样的！香飘飘非诚勿扰即将播出，敬请关注。欢迎来到江苏卫视香飘飘奶茶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收看由奶茶领导者香飘飘奶茶冠名播出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你们，欢迎各位来到现场。欢迎黄汉老师、宁财神老师。我们这个节目啊，每周都在全国各地面试啊，或者在报名啊。每个来报名的这个，不管男的女的吧，上我们节目来报名，都得填个表。我们这表格不算特别复杂，但是在填表的过程当中，我的同事们说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先看看大屏幕这张表是什么样，还有最喜欢女生、最喜欢男生的部位。你们想要什么答案呢？他们填表的时候说了好多问题，比如说同事反映说有一栏啊，紧急联系人有一栏，都填过吧？他们很多人填的都是我爸、我妈，谁知道他爸他妈叫什么呀？他又不留他爸他妈电话，这跟那个相声里边说的，那个小品里边说的，像打电话一个人报警打119，我家失火了，那个119说具体位置。厨房，人家那边很生气，说我怎么上你那儿去呀？你不是有消防车吗？哎，他不留具体的联系信息，哎，这个紧急联系人你就把那个某某某那个电话留上就完了啊。第二个还有那个更简单了，下边有那个最下边有一个签名，这没有什么问题吧？你叫什么就叫什么，签名孟非。我们经常有人这样填，他的签名是。一个孤独的我在等待一个孤独的你，我来了，你在哪里 ？QQ 签名是吧？哦，他 QQ 玩多了，签名哎，在我们这个表上就是名字，哎，这个我们再强调一下啊。还有那个什么，有一栏，其实这一栏我倒觉得可有可无，但是栏目组认为是有必要的，叫对3位老师说的话。那意思呢，就是对我们3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呀？比如说，我看你那主持人我就不痛快，我想哪天我来我比你强，哎，这也是对我说的话，对不对？我们有些女嘉宾就填的是分别对自己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的忏悔。比如说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上课不好好听，当时王老师我要听了你的话就好了。我给中学老师说，当时我要听你的话我就考上大学了，这都是给老师的忏悔。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开始啊，我们把这个填表格的事儿，我们再把它捋清楚啊。大家都是念过书的人，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好，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新上场的3号女生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张淼，我热爱自由，所以在恋爱中不喜欢被束缚。我喜爱美食，是一个无肉不欢的肉食主义者，所以你要做我的男朋友，千万别逼我吃蔬菜，因为我不是你的小白兔。我比较喜欢 ABC。最后就是，如果恋爱中不得不面对分手的问题，那么请对方不要把分手2个字说出来，而是彼此很有默契的，慢慢的淡出对方的生活。谢谢。你看看黄老师，这就是我们会说会碰到这样的女生吧？不一定要把分手2个字。我们上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黄老师坚持认为，开始和结束都要宣布说开始，我们开始恋爱了，结束好 over 了。对，也有这样的女生，欢迎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能够牵手成功。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嘉宾第1轮亮相获得不少于22张2等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都将获得娃哈哈营养快线幸福前线提供的爱琴海之旅。没有和场上24位女生牵手成功的男嘉宾和场下24位飘柔爱转角的女生还有牵手的机会。所有的女生做好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秦皇岛的，我叫王健，今年24岁。你们好，新年好。王子君，欢迎你。王健你好，欢迎我呢，来自秦皇岛的。哎，太紧张了，欢迎你了。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24位女生对王健印象如何？请考虑。请选择。盼盼。男嘉宾你好，上来的时候你气场非常好，我感觉正能量很足，但是我呢实在不喜欢接受不了比我小的男生，所以不好意思免了。哦，没关系。而且偏瘦是吧？是，这也是重点，我不好意思说，这是孟爷知道心里有事。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2号。我其实同样的原因，我感觉男嘉宾的胳膊比我还细。你是嫌他细还是嫌你粗？我嫌得我粗。开玩笑。19号。你长得好像我小姨的孩子，像我表弟，好有亲切感。像你表弟，这个对你来说，这是加分还是减分呢？加分，有亲切感呀，像家里人。有的人说像家里人就下不了手。是啊，你没有心理障碍吗？假设你有一个叔叔啊，你找个男朋友跟你叔叔长得特别一模一样，你们俩一块儿干什么你都很自在吗？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的。你想象一下，多可怕啊！这是。是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没关系，没关系，我都能接受，谢谢。看第1条片子。大家好，我叫王健，我是一名90后，是一名优秀的90后。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因为没有上过大学，那么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但是我凡是喜欢问个为什么，就是说我在遭到别人拒绝的时候，我会找他的上级领导去问，我不会放弃我所要坚持的东西。那么我现在的这份工作也是这样得到的。我现在在一家即将上市的高新技术集团担任一名招聘专员，以前都是别人来面试我，今天终于轮到我面试别人了。90后都很堕落吗 ？No， 我就是一个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不赌博、不泡夜店的男人。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呢，就是说去广场陪叔叔阿姨们跳一些健身操，锻炼身体的同时呢，还可以跟他们学习到很多人生的哲理。这样算是堕落吗？谁说90后没有一技之长？我有，我用了20年的时间研究了一套玩石头剪刀布的秘诀，这种方法可以有80%的几率赢别人。如果有不服气的，可以来挑战一下我，你敢吗？石头剪子布，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概率应该是1半对1半，对吧？它能达到80%。对。你统计过吗？研究了20年，因为在我们你这20年真没耽误事儿，就研究这一件事儿是吧？没有，因为我在我们公司有上百人，那么我拿100多人做过实验，他们有80%的人都输了我。
你有谁想跟他玩一下这个？来，关心。没问题啊，放马过来。梦爷，我有一个请求，那么上台的人呢，一定是要聪明的人才可以站到这个台上来。你这个话的意思是他是个笨蛋？我意思他很聪明啊，他很聪明。来，好了，我来说啊，3、2、1，3、2、1。咦？啊，这个不能说明什么。再来啊，这个他赢了1局啊，3局2，3、2、1。哎啊！哎，好，谢谢。这个他赢了1个，这能不能说明问题我不知道。我再换一个谁？盼盼，你来吧。一般胖子运气好点。我不好意思赢你啊。为什么？因为你要不好意思赢，就证明你那个是吹牛。来，等一下，我喊啊，就跟刚才一样，啊，3、2、1。咦？哎，我说运气好点吧。哎，再来啊，3、2、1。你完了，你这20年白活了。我当时已经说了，我说我不好意思赢他，我真的不好意思赢你。说两句。我感觉你在吹男嘉宾。没有。你为什么？20多年白过了吧？怎么研究的？好吧，那这个就到这儿吧。我们能证明他这个算是有一种这个不能证明啊，不能，绝对不能。来，14号。男嘉宾你好，刚看你的那个 VCR，就说你平常很喜欢去问别人这个为什么，那个为别人为什么，然后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你还在问为什么？难道你都不会为对方考虑一下吗？可能对方就是不想再跟你说话了，然后你还是在问为什么？有道理啊，我倒能理解14号的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拒绝别人之后，你非得知道那个答案，对大家都没好处。但是有时候坚持也是好的，就像我这次来《非诚勿扰》也是一样的。他这个岁数，就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哎，我想问一下，你在广场上跟那些大妈们都学到了一些什么经验呢？比如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得在广场上学啊！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在去广场之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的是吧？也知道，其实也知道。对。你再说一条，你在去广场跟那些大妈跳舞之前你不明白的，去了之后你就明白的，说一个。那就是如何讨好未来丈母娘的问题了。哎，你说一个具体点的呀。比方说，就会去找一些问题跟他去沟通，有时候我会去带着小礼物去他家去拜访啊，做这些。你的意思是你还是一个比较讨丈母娘喜欢的小伙子，是吧？对，但你得先把一个女孩那个混熟到她愿意让你见她妈呀。他这个方式很别致。对啊，他先去找人老太太。对啊。老太太喜欢他之后，他说：“哎，你能介绍我认识你家闺女吗？”对啊，那些老太太没有给你引荐他们家闺女？有的，有介绍的，但是说可能某方面不合适吧，要不然今天也不会站到这个。就是老太太家女婿不乐意，是吧？可以这么说。可以，好吧，看下一条。你好，能实现我一个梦想吗？因为自己是一个北方人，从小呢就有一个南下的梦想，就是到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看一看东方明珠到底有多漂亮。2013年7月呢，我受一本书的启发，我决定不带1分钱，从青岛出发，途经北京、济南、杭州和上海，只依靠路人的帮助，完成我这样一个南下梦。在这个南下的过程中呢，遇到过很多的痛苦和挫折，我睡过马路，睡过火车站，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以为我是个骗子，但是也有很多人选择相信我，来帮助我，甚至想跟我一起南下实现这个梦想。曾经呢，我去过一家包子铺，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呢，老板娘不信任我，要赶我走，但是当她听了我的这些梦想之后，她竟然给了我6个包子。我还遇见过3个大学生，当我跟他们讲述梦想的时候，他们最后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在这么多人的帮助下，最终我到达了我的梦想之地，也就是上海东方明珠。我觉得我的人生受到了洗礼，得到了成长。目前呢，我还有3个梦想，非诚勿扰栏目组即将为我实现2个。第一个呢，就是我的飞机梦，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第2个梦想呢，就是我要在光棍节之前脱单。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也就是重走西游路。我将招募3个小伙伴，一路上只画实物，不要钱。
用双脚走到西天。美女们，你们有兴趣加入我的西游之旅吗？我先问一个问题吧。财神老师有问题要问。我先问一个问题。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如果想出去旅行，就会先去打工，赚钱。我感觉你这个感觉像乞讨哎，但你明明可以用劳力来赚取自己旅行的这个费用的前提下，为什么你喜欢用乞讨呢？这不是乞讨，这是我一个梦想，因为。人他实现梦想，他会有很多种方法和方式。那个乞讨的概念就是说，你不付出任何的这个劳力，然后获得钱，只是告诉你啊，这是我的梦想。对，我现在我有一个梦想，我需要大房子，希望你能够完成我这个梦想。如果说我有这个能力的话，你能够打动我，我一定会实现你这个房子梦。哎呀，哎，真的。这孩子有点没明白这个话的，好吧？来，我们看看女孩有什么问题要问。13号，来，嘉宾你好，就我觉得你花20年的时间去研究那个剪刀石头布，真的有点不成熟跟浪费时间。但就是如果将来我就是成为你女朋友的话，那你带我去旅游的话，那你是不是也带着我就是寻求路人的帮助才能完成这个？你会这样吗？其实这个要尊重女嘉宾的选择了，因为就是你要乐意那样也可以。对。那我真的不乐意，我不想被你纳入门下，我不想做你徒弟。好，谢谢。7号，您好，男嘉宾。你好。您是不是跟这个就是广场跳舞这些老太太待多了？我觉得您这个我也90后，我觉得您跟我的思想就是完全脱节了，您懂吗？其实每个人实现梦想呢，他都会有自己的一种方式。就像你今天来到这个《非诚勿扰》的舞台也是一样，你用你的方式来寻找你的爱情，那么我也可以用我的方式。看下一条。我只有2次感情的经历，他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但是我沉迷于网络游戏，每次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都不会去理他。每个月发800块钱的工资，我都会去买网络中的游戏宝宝。最终11月11号的时候，他跟我提出了分手，很快乐嫁给了别人。在他新婚的那一天，我喝了很多的酒，也流了很多的眼泪。我喜欢让眼泪慢慢的滴进我的嘴里，品尽它的苦辣。我的第2段感情经历是我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个女孩，在情人节的前一天，我叫她来陪我，她却说我不理解她的工作，就跟我提出了分手。我的第2段感情结束在了情人节。后来我看到她和她的新男友在逛街，我上去跟她说话，她竟然说她不认识我。难道分手以后不能做朋友吗？女生都这样小气？我理想中的女生呢，身高1.60米以上，她可以吃肉，但是不要太胖，不要和太多的男生发生过亲密的关系，因为我只谈过2次恋爱，比较单纯，所以我也希望她一样。谢谢。我也特别好奇，你跟那个前女友，她跟另外一个男的在街上走着，给你碰上了，他说不认识你，对，你有没有盯着拉他手？为什么？你为什么说不认识我？你为什么说不认识我？你有这样吗？没有。哦，那还好。我有那个在你走之前，我有小小的建议吧。你的智力也很好，然后沟通能力、善动能力。这些都使你具有一个变成良好的销售人员的一个潜质，但是前提是公平。公平是什么？在现代的商业社会里面，我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如果你没有这个公平的原则，你试图通过煽动诱导的话，以后你可能会因为惰性而变成一个骗子。所以一定要注意，这是公平是现代商业社会唯一的原则。我明白。非常厉害，小伙子。下面还有娇柔爱转角的。再见。感觉挺紧张的，然后那么多人问我这么多问题。虽然这次失败了，但是对于我梦想的追求是不会止步的。我也送给大家一句话，说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难免质疑和嘲笑，那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你愿意加入我的西天之旅，那么可以写信给我哟。我特别想让他知道，包括台上几个女生说的，就是
希望他明白理解的意思，就是他的那种方式也没有人说就一定不对，或者说一定是错的，只不过我们就提出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更合适一个年轻人的一种方案而已，供他参考在以后的。是错的，因为本身我觉得他的智力很好，他那个也很聪明，跟人沟通能力，包括对那场上的气氛的把握能力，这些天赋如果用好了，在平等的基础上，他是有可能，我觉得是有可能是会有出息的。但是否则，如果要按照现在这个那个到处乞讨往前走的话，他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做传销的。好，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话听进去啊。有请下一位男嘉宾。